公元1057年，北宋嘉佑2年的春天，淮西陈州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阴郁。一代名将狄青在惊恐与抑郁的交织中暴毙于贬所。杀死他的不是西夏党项人呼啸的弯刀，也不是广南农治高叛军淬毒的标枪，而是汴京朝堂上一句轻飘飘的反问：太祖皇帝难道不忠吗？这短短6个字出自当朝宰相文彦博之口，他比千军万马更锋利，比任何神兵利器都更具杀伤力。他不仅诛杀了一位为国尽忠的枢密使，更在无形中封死了北宋王朝尚武精神的最后一条出路。究竟是什么样的恐惧，让大宋君臣宁可自毁长城，也要将这位戴着铜面具的英雄推向深渊？公元1008年，大宋王朝正沉浸在一场盛大的幻觉之中。宋真宗赵恒为了掩盖澶渊之盟的尴尬，正在这一年大搞东封西祀，在泰山封禅，粉饰太平。举国上下祥瑞频出，甚至连苍鹰都被训练得能呼喊万岁。然而这满眼的锦绣繁华与河东路汾州西河的一个贫苦农家毫无关系。这一年，狄青出生了。他的父亲狄普只是个老实巴交的农夫，家徒四壁。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像狄青这样的寒门子弟，原本的人生轨迹应当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这片贫瘠的黄土高原上了此残生。少年的狄青与那个崇尚文弱之风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他体格魁梧，甚至可以说是雄壮，性格中透着一股北方汉子特有的豪侠与悍勇。汾水之滨，常能见到他纵马驰骋的身影，尽管他胯下的可能只是一匹拉磨的烈马，手中挽的不过是一张粗制的木弓，但那骨子于风沙中磨砺出的锐气已然让乡邻侧目。如果不是16岁那年的一场意外，狄青或许终其一生也就是个乡间游侠。据《宋史》记载，狄青与乡人发生斗殴，在大宋严苛的律法下，斗殴伤人是重罪，由此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充军。在北宋，当兵绝非光耀门楣之事，甚至是社会底层最被鄙视的行当。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重演五代十国的乱局，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为了防止士卒逃亡，朝廷实行了残酷的情面制度，即在士兵的面部或手臂刺字。16岁的狄青就这样被押送至京师，冰冷的刺针扎破了他年轻的面庞，留下了2行刺眼的墨痕。这不仅是肉体上的痛苦，更是人格上的终身羞辱。这一次将他从良家子弟划归为了贼配军，成为了他一生都无法洗去的烙印，也是后来他位极人臣时遭受文官集团诟病的原罪。带着这屈辱的金印，狄青被编入负责京师卫戍的巩胜军。京师的禁军营是藏污纳垢之地，也是虎狼出没之所。对于大多数被抢征或充军的士兵来说，这里是混吃等死、虚度光阴的牢笼。但狄青不同，他仿佛是为战争而生的机器。善于骑射的天赋让他很快在这支骑兵部队中脱颖而出。在无数次枯燥的操练中，在每一次较场的比武中，狄青都表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刻苦。他深知，对于一个脸上刺字的人来说，想要改变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军功。不久，因为表现优异，他被选入散值班，这是天子脚下的御前侍卫部队。虽然此时的他仍只是一个低级军官，但他终于站在了离权力中心更近的地方，也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
然而，真正属于狄青的舞台，不在繁华温柔的汴京，而在风沙漫天的西北。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公开反宋。一时间，西北边陲烽火连天。承平日久的宋军早已习惯了阵图与操练，面对西夏剽悍激动的铁骑，引以为傲的步兵方阵如同纸糊一般脆弱。三川口之战，宋军大败，主将刘平被俘，消息传回京师，朝野震动。在这场国难面前，30岁的狄青迎来了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朝廷下诏选拔卫士从军御边，当其他人视西北为畏途时，狄青毫不犹豫地报名参战。他被任命为3班差事、殿试，带着那张情面的脸庞和一腔热血，踏上了那片将要成就他一世威名的土地。初到延州，眼前的景象令狄青心惊。这里的宋军普遍存在畏敌如虎的心理，西夏骑兵来去如风，善于设伏，而宋军将领多是恩印出身的纨绔子弟，不仅不懂兵法，更缺乏临阵决断的勇气。他们喜欢躲在层层护卫的阵后，甚至在敌军未至时便已收拾细软，准备逃跑。在这样的氛围中，狄青的出现宛如一道刺破黑暗的闪电。他担任延州直使，虽职为延清，却在战场上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画风。为了震慑敌人，也为了掩盖自己那张因为年轻而略显清秀，又因刺字而略显沧桑的面容，狄青打造了一副狰狞的青铜面具。每次出战，他必定披头散发，戴上这副面具。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黄沙漫天，战鼓雷动。当宋军还在战战兢兢的列阵时，一位宋将已如厉鬼般冲出阵列。铜面具下那双眼睛燃烧着嗜血的光芒，他手持长枪，单人独骑冲入敌阵，所过之处人仰马翻。这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形象，给迷信鬼神的西夏士兵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惧。他们惊呼这是天神下凡，或是恶鬼所命，往往在交锋之初便已胆寒。10载狄青在西北战场的4年间，大小经历了25场战斗。这25战绝非史书上冰冷的数字，而是用鲜血和白骨堆砌的功勋。他身中流矢多达8次，旧伤未愈，新伤又起，但他从未退缩。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战斗发生在安远寨。当时西夏大军压境，宋军兵力悬殊，且被围困多日，粮草将尽，士气低落到了冰点。狄青当时身负重伤，连站立都困难，但他听闻敌军来袭，立刻令亲兵搀扶自己挺身而起，不顾伤口崩裂，鲜血染红战袍，飞身上马，大吼一声，杀出寨门。原本绝望的士兵们见主将如此悍不畏死，无不深受感召，一种求生的本能和复仇的怒火被瞬间点燃，争前为用，宋军竟然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一举击退了优势敌军。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狄青不仅展现了匹夫之勇，更展现了卓越的战术天赋。他不像那些只读死书的儒将，也不像那些只知蛮干的莽夫。他攻克金汤城，奇袭右州，焚烧西夏粮草数万担，俘获牛羊无数，沉重打击了西夏的战争潜力。他还主持修筑了一系列堡寨，这些堡寨选址极为刁钻，如钉子般楔入西夏境内，扼守住了西夏骑兵南下的要道，逐步扭转了宋军被动挨打的局面。狄青的打法凶狠且实用，他从不拘泥于宋军僵化的阵图。当时皇帝远在千里之外，给前线将领发阵图，要求按图布阵。
狄青却敢于根据战场形势灵活应变，这在当时是极具魄力的表现，也是他在军中威望日隆的原因。然而，如果狄青仅仅是一员猛将，那么他充其量只是另一个王彦章或者高思济，无法成为一代名臣。真正让狄青完成从武夫到名将蜕变的，是他在西北遇到的两个贵人范仲淹和韩琦。这两位不仅是当时文坛的领袖，更是大宋朝堂的中流砥柱，也是后来庆历新政的主导者。他们来到前线后，很快注意到了这个作战勇敢、战功赫赫的低级军官。一次，狄青拜见范仲淹。此时的范仲淹已是名满天下的经略使，他看着眼前这个英气逼人却略显鲁莽的将领，目光停留在狄青脸上的刺字和那一身尚未洗净的征尘上。范仲淹没有像其他文官那样流露出鄙夷的神色，反而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如晨钟暮鼓，彻底改变了狄青的一生：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在他看来，为将者如果不懂得古今历史治乱的道理，不过是逞匹夫之勇罢了，终究难成大器。随后，范仲淹赠送给狄青一部《左氏春秋》，并教导他要研读兵法历史。对于大多数行武出身的武人来说，让他们读书比杀头还难。他们习惯了用刀剑说话，对知乎者也充满了排斥。但狄青没有，他从范仲淹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期许与尊重。他深刻意识到，仅凭一身武艺只能冲锋陷阵，要想真正保家卫国、独当一面，必须要有谋略，要有能够驾驭全局的智慧。从此，折节读书成了狄青军旅生涯的一部分。无论战事多繁忙，无论身体多疲惫，他都要挤出时间研读春秋和秦汉以来的兵法战策。这不仅是学习知识，更是在洗涤那个阶层带给他的粗鄙之气。短短几年间，狄青精通了历代兵法，他的目光不再局限于眼前的一城一池，而是开始从战略高度思考宋夏战争，思考地形、后勤、士气乃至外交对战争的影响。范仲淹和韩琦对狄青的赏识，是北宋历史上少有的文武和谐的佳话。韩琦虽然在后来对武将持极度打压的态度，但在西北期间，他对狄青确实是真心提拔。韩琦曾当众称赞狄青为良将之才，并对他礼遇有加，甚至在宴席上与他同席而坐。在二人的极力推荐下，狄青的仕途步入了快车道。康定元年，他升任右侍进、河门之后。此后几年，他一路累迁至秦州刺史，经原路兵马都监，至元州市。到了庆历4年，狄青已经升任捧日天武司乡都指挥使，成为了大宋禁军的高级将领。随着官位的升迁，狄青脸上的刺字显得越发刺眼。在大宋朝堂之上，身穿紫袍的官员们个个细皮嫩肉，唯独狄青脸上带着黑色的晴纹，这无疑是一种异样的存在。宋仁宗赵祯听说狄青的勇名后，曾想召见他，询问边防方略。为了表示皇恩浩荡，也为了维护朝廷的体面，仁宗特意赐给狄青一种宫廷秘制的服药，告诉他这种药可以洗去脸上的晴纹，恢复容貌。换作旁人，这绝对是求之不得的恩典，既能去除囚徒的印记，又能洗刷出身的耻辱。但狄青的回答却再一次震动了朝野。他指着自己的脸，目光坚定地说道：陛下以功着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有此孽耳。臣愿留以劝军中，不敢奉诏。这一番话掷地有声，它不仅体现了
狄青不忘本色的品质，更是一种极高明的政治表态，也是一种悲壮的宣言。我不以出身为耻，我与大宋100万低贱的士兵站在一起。我要让他们看到，即使是情面的大头兵，只要为国尽忠，也能封侯拜将。这一举动让狄青在军中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同时也让深宫中的仁宗皇帝对他刮目相看。然而，狄青或许没有意识到，他这番坚持虽然赢得了军心，却也无形中强化了他异类的标签，让文官集团对他更加警惕。在他们眼中，一个拒绝被士大夫化的武将，一个坚持保留贼配军印记的枢密使，始终是无法真正融入那个精英阶层的。尽管狄青在西北边陲威名赫赫，让西夏铁骑闻风丧胆，但对于此时庞大而臃肿的大宋帝国而言，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公元1052年5月，帝国原本最为安宁的南疆突然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叛乱。这场叛乱不仅打破了南方100年的宁静，更如同一把尖刀，深深刺入了宋王朝柔软的腹部，将狄青推向了其军事生涯的巅峰，同时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叛乱的发起者名叫农志高，是广元州今广西靖西、田东一带的蛮族首领。此人并非生来即反，甚至可以说他是被大宋朝廷的傲慢与冷漠逼反的。广元州地处宋朝与交趾，今越南北部的夹缝之中，长期遭受交趾的掠夺与压迫。农志高为了寻求生存，曾多次向宋朝地方官请求内附，希望能得到大宋的庇护，甚至愿意纳贡称臣。然而，此时的宋廷不仅在北方采取守势，在南方更是奉行守内虚外的消极政策，担心接纳农志高会得罪交趾，引来边患，因此屡屡拒绝了他的请求。走投无路之下，农志高终于爆发了。他起兵反宋，攻破雍州，建大南国，自号仁惠皇帝，并改元起立，正式与大宋分庭抗礼。积压已久的愤怒一旦释放，便化作了燎原之火。叛军势如破竹，沿江而下，短短数月间连陷9州，兵锋直指岭南重镇广州。此时的南方承平日久，城墙年久失修，武备废弛，地方官吏早已习惯了吟风弄月，闻听战鼓之声便已吓破了胆。面对如狼似虎的农军，他们要么弃城而逃，要么开门迎将，整个岭南防线如同纸糊一般土崩瓦解。朝廷虽多次派兵遣将，甚至调动了杨家将后人，时任广南安抚使的杨田前往镇压，但因将帅不和，号令不一，加之北方士兵不习南方水土，往往刚一交战便溃不成军。岭南局势岌岌可危，若广州一失，半壁江山将陷入战火。败报如雪片般飞入汴京，宋仁宗赵祯坐立难安。在那个文田武系的朝堂之上，平日里高谈阔论的文官们此刻面面相觑，束手无策。谁能挽狂澜于既倒？谁能去那个瘴气弥漫的南方收拾残局？就在这满朝死寂之中，时任枢密副使的狄青挺身而出。他没有选择在朝堂上安享高官厚禄，而是主动请缨，立下军令状：臣起于行伍，非由于战功，无以此报国。今岭南遗民正道悬于水火，臣愿领数百骑兵去取农志高的首级，献于陛下。这一番话掷地有声，令仁宗大为感动。在那个武将多被视为鹰犬的年代，狄青的这份担当显得尤为珍贵。仁宗当即任命狄青为宣徽南院使，宣抚京湖南北路，并赐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利。
这意味着在紧急时刻，狄青可以不必先请示皇帝，而直接下令斩杀违抗军令的将领。这在极度集权、对武将防范甚严的宋朝历史上，是对武将极罕见的信任与放权。公元1053年初，狄青带着从西北选调的精锐骑兵和番落广锐军抵达了广西滨州，这里是平叛的前线，也是乱局的核心。狄青到任时，眼前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前任主帅不仅指挥失利，而且军纪涣散到了极点，士兵们毫无斗志，逃亡成风，将领们则忙于推卸责任，甚至有人还在私下里倒卖军粮。刚刚遭遇大败的宋军将领陈叔等人，正如丧家之犬般在滨州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本以为新来的主帅会像以前的文官都师一样，先安抚一番，再慢慢商议对策。然而他们错了。狄青到任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急于进攻，也不是安抚人心，而是举起了屠刀。狄青声仗义士，面沉似水。他当众隶属陈叔等将领败兵失地，动摇军心的罪状，随即下令将陈叔及左立等32人推出辕门，斩首示众。这一雷霆手段震惊了全军。当32颗血淋淋的人头被悬挂在辕门之上时，原本懒散懈怠、观望不前的将领无不鼓励，谁也不敢再言退缩。狄青用鲜血告诉所有人，这不再是以前那种可以讨价还价的治安战，这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军中令行禁止，士气顿时大振。整顿完内部，狄青开始审视眼前的战局。龙志高虽然一度猖獗，但毕竟是流寇性质，且久攻广州不下，锐气已堕，现退守雍州，扼守天险昆仑关。昆仑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果强攻，宋军必然伤亡惨重，且容易陷入持久战，这对远道而来的宋军极为不利。狄青深知兵法虚实之妙，他并未急于进兵，而是下令全军停止前进，就地休整10日。这一命令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甚至连龙志高的探子也回报说，宋军主帅似乎并不急于打仗，正在整顿营盘。接着，此时正值上元节，狄青下令军中大张灯火，连续3晚宴请诸将，还要摆设酒宴款待滨州的地方官吏和百姓，营造出一副要与民同乐、长期驻扎的假象。第一夜，军营内灯火通明，欢声笑语传出数里。探子回报龙志高，龙志高大笑，认为狄青不过是个贪图享乐的庸将。第二夜依然如故，宋军似乎完全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到了第3夜，宴席上，狄青频频举杯，谈笑风生。酒过3巡，他借口身体不适，暂时离席去更衣，并嘱咐大家继续饮酒作乐，不要拘束。然而这一去，他便再也没有回来。就在宴席上觥筹交错、醉意正浓之时，狄青已脱下锦袍，换上战甲，率领早已集结完毕的数千精锐铁骑，任衔枚、马裹蹄，悄无声息地扑向了昆仑关。黑夜掩盖了马蹄声，也掩盖了宋军的杀气。把守昆仑关的龙志高军队，因为前2日见宋军只知宴饮，早已放松了警惕，此时大多躲在避风处睡觉或赌博。当宋军如神兵天将般出现在关隘之上，当冰冷的刀锋划过他们的咽喉时，守军甚至来不及发出警报。惊慌失措之中，农军几乎未作抵抗，便四散奔逃。次日黎明，当滨州大营中的将领们还在宿醉未醒，等待主帅回来继续饮酒时，前线捷报一传，
狄青大军已越过天险昆仑关，直抵归仁铺，兵锋直指雍州城下。这一招瞒天过海，暗度陈仓，堪称宋代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它不仅展现了狄青卓越的战术欺骗能力，更体现了他对战机把握的精准。然而，真正的决战才刚刚开始。越过昆仑关，便是平坦的归仁铺。农志高见天险已失，退无可退，只得倾巢而出，在归仁铺列阵迎战。这将是一场硬碰硬的较量。归仁铺之战是平定农志高叛乱的决胜一役。当时的战场气氛极其凝重。农军虽是蛮兵，装备不如宋军精良，但他们长期在山林中与野兽搏斗，作战极为勇猛。他们身穿厚重的皮甲，手持长标枪，旁执大盾，结成密集的阵势。这种阵法在南方山地作战中极具杀伤力。更令人胆寒的是，农志高还驱使着数头战象助威，巨象的嘶吼声震颤着大地。战斗打响后，宋军前锋孙杰率部冲锋，试图撕开敌军防线，但农军的标枪如雨点般落下，大盾阵如铜墙铁壁般坚固。孙杰奋力死战，终因寡不敌众，不幸战死沙场。前锋失利，战象逼近，面对如此凶悍的敌人，宋军阵脚开始松动，恐惧在士兵中蔓延。如果不及时遏制，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大溃败。千钧一发之际，狄青并没有慌乱。他深知此时任何的言语都是苍白的，唯有行动才能稳住军心。他亲自披挂上阵，策马立于高岗之上，手中并没有挥舞兵器，而是执起了一面醒目的白旗。在混乱的战场上，这面白旗成为了宋军的定海神针。狄青挥动白旗，冷静地指挥着这场生死搏杀。他敏锐地发现，农军虽然勇猛，但缺乏严密的战术配合，且阵型单一，过于依赖正面冲击。于是狄青令旗一挥，命令早已埋伏好的右翼骑兵迅速迂回到敌军左侧，左翼骑兵迂回到敌军右侧，形成前行攻势，切断农军后路。与此同时，狄青亲率中军精锐，不再使用传统的步兵方阵与敌人硬碰硬，而是利用西北骑兵的高机动性，反复冲击农军阵型的薄弱环节。宋军铁骑如离弦之箭，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冲入敌阵。在北方广阔平原上练就的骑术，此刻在南方的旷野上发挥了毁灭性的威力。战马撞飞了盾牌，长刀斩断了标枪。在宋军铁骑的反复绞杀下，农志高引以为傲的标枪盾牌阵土崩瓦解。那些庞大的战象在火攻和箭雨下受惊，反而回头践踏己方阵地，叛军瞬间大溃。这一战杀得天昏地暗，宋军斩首5000余骑，追奔15里，尸体填满了沟壑。农志高在亲信的拼死掩护下侥幸逃脱，流亡大理国，后不知所踪。困扰北宋南疆2年之久的叛乱，在狄青手中仅用了不到1个月便彻底平定。狄青入雍州后，并未像其他武将那样纵兵劫掠以充军资，而是下令收葬尸骨，释放被胁迫的百姓，迅速恢复了当地的秩序，并用叛军的尸体铸成金冠，以此震慑蛮夷，宣示大宋国威。捷报传至京师，仁宗皇帝喜出望外。2年来，南方的战报全是噩耗，如今终于迎来了大捷。仁宗激动地对宰相说：“如果不重赏狄青，怎么能激励将士呢？”于是，皇佑5年5月，狄青被破格提拔为枢密使，成为了大宋帝国的最高军事长官。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荣耀时刻。一个脸上刺着金印的贼配军，靠着实打实的军功，一步步爬到了权力的顶峰，与那些满腹经纶的相公们平起平坐。这本该是一个励志的传奇，是大宋唯才是举的典范。然而，对于狄青来说，这看似荣耀的巅峰，实则是万丈深渊的边缘。他不知道的是，当他接过枢密使印信的那一刻，他已经不仅仅是西夏人和蛮族人的敌人，更成为了整个大宋文官集团的公敌。在重文轻武的宋朝，枢密使一职虽然掌管军权，但长期由文官担任，以此来遏制武将。武将出任此职，被视为打破了祖宗家法，是极大的忌讳。狄青以一介武夫且灭孽犹存的身份位极人臣，这让满朝自视清高的文官集团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与敌视。在他们眼中，狄青不再是保家卫国的英雄，而是一个可能威胁皇权、破坏体制的潜在隐患，是五代十国军阀乱政的幽灵再现。当狄青身披紫袍，腰悬金印，以枢密使的身份站在大清殿的掸尺之上时，他或许以为自己终于跨越了那道横亘在武人与士大夫之间深不可测的鸿沟。然而，现实远比战场残酷。在汴京这座繁华的牢笼里，并没有属于灭孽将军的位置。尽管宋仁宗赵祯对他宠信有加，视其为社稷干城，但在那些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自诩为天子门生的文官集团眼中，狄青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大宋祖宗家法的亵渎。一个脸上刺着赤老印记的武夫，竟然掌握了调动天下兵马的大权，这让欧阳修、韩琦、文彦博等当时名臣感到了生理上的不适与心理上的极度恐慌。在他们看来，狄青越是完美，越是谦恭，越是得军心，就越像那个终结了盛唐气象的安禄山，或者更像当年的太祖赵匡胤。于是，一场针对狄青的猎杀悄然拉开了帷幕。这场猎杀没有刀光剑影，使用的武器是比刀剑更阴毒的流言。嘉佑年间，京师汴梁开始莫名其妙地流传起关于狄青的怪谈。先是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亲眼看见狄青家养的一条黄狗头上长出了犄角，这在迷信的古代被视为妖异之兆，暗示狄家将有不臣之心。紧接着又有流言说，狄青府邸深夜常有怪光冲天，仿佛有王气盘旋。甚至当狄青身穿御赐的锦袍在相国寺指挥士兵修筑堤坝时，也被有心人解读为身穿黄袍，意图重演陈桥兵变的故事。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市井闲话，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发酵成了一场政治风暴的前奏。真正将这场风暴推向高潮的，是公元1056年那场突如其来的京师大水。那一年，汴河决口，洪水漫灌京城，繁华的东京梦华顷刻间变成一片泽国。对于迷信天人感应的古人来说，天降灾异必是人事有失。那么，是谁的过失招致了上天的震怒？矛头自然而然地指向了掌管兵戈的狄青。一代文宗欧阳修此时展现出了他作为谏官冷酷的一面。他连上3道奏书，极力弹劾狄青。在奏书中，欧阳修并没有列举狄青任何具体的贪赃枉法或谋反实据，而是运用了一套令人窒息的逻辑：水属于阴，兵也属于阴，如今武将掌握大权，阴气太重，所以上天降下水灾示警。更为诛心的是，欧阳修直言不讳地指出，狄青并没有过错，但他最大的罪过就是功高震主且深得军心。欧阳修在奏章中写道：狄青入主枢密院以来，
只要他一出现，士兵们就指指点点说这是嫡枢密，那种崇拜的眼神令人不寒而栗。为了保全大宋的江山社稷，也为了保全狄青本人的性命，免得他日后像韩信、彭越那样不得好死，最好的办法就是免去他的兵权，让他离开京师。这种为了你好，所以要废了你的逻辑，站在文官政治的立场上，或许是未雨绸缪的远见，但对于赤胆忠心的狄青而言，却是彻头彻尾的莫须有之罪。面对文官集团如潮水般的攻讦，宋仁宗赵祯起初是试图保护狄青的。这位以仁著称的皇帝深知狄青的忠诚与不义，在一次朝会上，面对宰相文彦博的咄咄逼人，仁宗忍不住为狄青辩解道：狄青是个忠臣，朕信得过他。皇帝的金口玉言本该是一锤定音的结论，然而文彦博并没有退缩，他抬起头，目光如炬，冷冷地回了一句足以震碎大宋皇室所有安全感的话：太祖皇帝难道不忠吗？大殿死一般的寂静，这短短几个字，如同一道惊雷，瞬间击穿了仁宗心理防线的最底层。太祖赵匡胤不仅是大宋的开国皇帝，更是曾经后周世宗柴荣最信任的忠臣。他在陈桥以黄袍加身之前，何尝不是以忠义著称？文彦博这句反问，赤裸裸地揭开了赵宋王朝得位不正的伤疤，也唤醒了皇室对于五人篡位那深入骨髓的恐惧。在祖宗基业与忠臣良将的天平上，仁宗沉默了，他无法反驳，也不敢反驳。那一刻，狄青的命运被彻底注定，他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必须被清除的政治符号。嘉佑元年8月，圣旨下达，罢免狄青枢密使之职，贬为护国军节度使，统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从表面看，这似乎还是个宰相级别的外放，保留了极高的荣衔，但实际上这是从权力核心的彻底放逐。离开京师的那一天，秋风萧瑟，狄青没有抱怨，没有辩解，甚至没有流露出一丝怨恨。他默默地收拾行装，带着那张伴随他一生的刺字脸庞，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他曾誓死保卫，如今却将他无情抛弃的汴京城。他知道这一去便是永别。然而朝廷的猜忌并没有因为狄青的离开而消弭。到了陈州之后，虽然远离了政治漩涡，但天罗地网依然笼罩着他。朝廷规定，每半个月就要派宦官前往陈州抚问狄青。这种所谓的抚问，名义上是皇恩浩荡，实则是严密的监视与试探。每一次宦官的到来，对于狄青来说都是一次精神上的凌迟。他看着那些阴阳怪气的内侍，不知道他们带来的究竟是皇帝的问候，还是那杯赐死的毒酒。狄青并非怕死，他在西北战场上身披数疮，血流如注时未曾怕过，在昆仑关雨夜孤军深入时也未曾怕过。但他怕的是这种不明不白的死法，怕的是死后还要背负谋反的污名，连累家族，遗臭万年。他太了解历史了，那些功高震主的武将鲜有善终。在长期的惊恐、压抑与自我怀疑中，这位曾经体魄强健、力挽狂澜的铁血将军身体迅速垮塌，他的精神防线在日复一日的惊疑终日中崩溃了。公元1057年2月，狄青嘴生毒疮，病情恶化，这是极度欲火攻心的症状。3月，他在陈州贬所郁郁而终，享年49岁。临终前，他或许会想起汾水之滨那个骑着烈马追逐飞鸟的少年，或许会想起范仲淹赠书时那期许的目光，
又或许会想起上元节夜袭昆仑关的痛快淋漓。但他最后能看到的，只有沉舟那一角灰暗的天空，以及大宋王朝对他这个异类无尽的猜忌。狄青死讯传回京师，仁宗皇帝发哀，追赠他为中书令，赐谥武襄。武表彰他的战功，相以为辅佐，肯定了他的功绩。然而这迟来的哀荣更像是一种讽刺，生前不予信任，死后背极哀荣，这是封建王朝对待冤屈功臣的一贯套路。它掩盖不了英雄末路的凄凉，也洗刷不掉大宋自毁长城的愚蠢。狄青走了，带着他未酬的壮志和满腹的委屈，但他的死绝不仅仅是一个将领的离世，它标志着北宋王朝尚武精神的彻底终结。自狄青之后，大宋再无枢密使由纯粹的武将担任，那扇原本对寒门武人敞开的一线天窗，随着狄青的棺椁落下，被重重地关上了。此后的北宋武将，要么如王韶般文人领兵，要么学会了像崇师道那样在文官的鼻息下苟延残喘。至于像狄青这样纯粹、刚烈，试图以军功改变命运的英雄，再也没有了生存的土壤。然而，历史的审判虽然迟到，却从不缺席。70年后，当金兵的铁骑踏破汴京的城墙，当徽钦二帝像羊群一样被驱赶向北，当繁华的东京城化为焦土时，不知道那些在九泉之下的文官们，是否会想起那个戴着铜面具的背影？是否会想起那句太祖皇帝难道不忠吗的质问？他们赢了狄青，却输掉了整个天下。一代将星陨落，留给大宋王朝的，不仅是一座孤坟，更是一个巨大的、无法填补的空洞。当我们剥离掉历史的尘埃，重新审视这场悲剧，会发现狄青之死，绝非简单的党争或个人恩怨所能概括。它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谋杀，是北宋重文义武国策发展到极致的必然产物，更是这个富庶而软弱的王朝对自己进行的一场精神阉割。狄青用他的生命为那个时代做了一个最残酷的注脚。在大宋，武人可以贪财，可以好色，甚至可以无能，但绝不可以完美。现在让我们重新审视狄青作为军事家的分量。在北宋一朝，名将并不罕见，从开国初期的曹彬、潘美，到后来的种氏衡、杨业，皆是一时之选。但狄青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北宋中叶唯一一位真正具备战略统帅能力的武将，也是唯一一位打破了宋军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僵局的人物。他的军事才华不仅体现在冲锋陷阵的匹夫之勇，更体现在他对战争本质的深刻理解。在西夏战场，他摒弃了宋军死板的阵图，主张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在平定农治高时，他展现出的战术欺骗、多兵种协同，以及对战机的精准把握，都显示出他已经超越了传统猛将的范畴，达到了一代名帅的高度。然而，正是这种卓越的军事才华，成为了他通往地狱的门票。宋朝的立国之本，建立在对武将的极度不信任之上。太祖赵匡胤本身就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武将，他比谁都清楚，一个在军中拥有绝对威望且能力超群的统帅对皇权意味着什么。因此，宋朝设计了一套极其复杂的军事制衡体系，枢密院长调兵之权，却无统兵之实；三衙长统兵之时，却无调兵之权。战时更是派文官作为主帅来节制武将。这种体制虽然有效防止了割据和造反，但也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狄青的悲剧在于，他是个异类。
他以武人身份出任枢密使，既掌管了军政大权，又在军中拥有如神奇般的威望。在士兵眼中，他是愿意保留灭孽金印，与士卒同甘共苦的自己人；在文官眼中，他就是那个打破了所有制衡机制的怪物。当一个武将完美到让皇帝觉得无可赏，只能赏赐官位，让士兵觉得愿为之死的时候，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皇权最大的威胁。这就引出了那个最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是欧阳修？为什么是这些被后世尊为君子，在文学史上光芒万丈的名臣，会成为杀死狄青的刽子手？难道他们不知道狄青的忠诚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边疆需要良将吗？他们当然知道。但对于北宋的士大夫阶层来说，维护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秩序，远比保全一个武将的性命重要得多。在他们的政治逻辑里，狄青个人的忠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武人掌权这个苗头必须被掐灭。如果狄青作为武人枢密使能够善终，那么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狄青出现，武将的地位就会提升，文官独大的政治格局就会被打破，五代十国那种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噩梦就可能重演。因此，欧阳修那篇著名的《论狄青札子》，虽然充满了牵强附会的阴阳五行之说，甚至有些不讲道理，但站在文官集团的立场上，这却是一次大义凛然的政治清洗。他们牺牲了狄青，维护了祖宗家法的纯洁性，捍卫了文官政治的绝对权威。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残忍，是体制对个体的无情碾压。那个关于太祖皇帝难道不忠吗的质问，之所以成为杀人诛心的绝响，正是因为他赤裸裸地揭示了宋朝政治基因中的原罪。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忠诚是不可靠的，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赵匡胤当年也是后周的忠臣，但当黄袍披在身上，万岁声在耳边响起时，忠诚便让位给了野心。文彦博用这句话，成功地唤醒了宋仁宗内心深处对被篡位的终极恐惧。在这种恐惧面前，狄青25战的出生入死，昆仑关的奇功，脸上的金印都变得苍白无力。宋朝君臣宁可要一个平庸的、听话的，甚至打败仗的军队，也不敢要一个由天才统帅指挥的、战无不胜的雄师。这种宁可自毁长城也要保全皇位安全的逻辑，贯穿了宋朝的300年国祚。狄青不是第一个牺牲品，后来的岳飞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狄青之死还具有更深层的文化象征意义。他那张至死不愿洗去的面孽之脸，是北宋社会阶层固化的一个缩影。在那个时代，阶层的流动虽然通过科举得以实现，但那仅限于读书人。对于武人，尤其是底层士兵，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狄青试图通过军功来打破这个天花板，他拒绝洗去此字，就是想向世人证明，英雄不问出处，情面亦可为将。然而，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无论他官做得多大，在士大夫眼中，他依然是那个赤老，那个配军。韩琦当年在陕西时虽然赏识他，但当狄青的旧部焦用因小过被韩琦斩杀，狄青求情说焦用有军功时，韩琦冷冷地回了一句：只有东华门外唱名的状元才是好男儿，这种大头兵算什么好男儿？这句话比杀狄青更让他绝望。他宣告了在宋朝的价值体系里，武人的军功永远低人一等。狄青的死宣告了这条武人通过奋斗获得尊严的道路彻底断绝。从此之后，北宋的武将们要么学会了像王德用那样混吃等死，要么像郭奎那样在文官面前唯唯诺诺。
那股汉唐以来奔涌在中华民族血管里的尚武热血，在狄青倒下的那一刻渐渐冷却了。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历史，会发现狄青之死所引发的蝴蝶效应是惊人的。狄青去世后仅仅70年，金兵南下，围困汴京。曾经繁华似锦的东京城，在铁骑面前如同待宰的羔羊。此时的宋钦宗手足无措，竟然还要依靠那个招摇撞骗的神棍郭京，用所谓的6甲神兵去退敌，最终导致城破国亡，酿成靖康之耻。为什么拥有100万禁军的北宋会败得如此凄惨？原因早在嘉佑2年就已经种下。当狄青被逼死的那一刻，北宋就失去了培养统帅的土壤，失去了军队的灵魂。那些在陈州贬所折磨狄青的文官们，或许没有想到，他们亲手扼杀的不仅仅是一个将领，而是大宋王朝在面对外敌入侵时最后的抵抗意志。更令人唏嘘的是，狄青的悲剧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终结，他像一个幽灵，在南宋的岳飞身上再次重演。同样的功高震主，同样的莫须有罪名，同样的文官与皇帝合谋。不同的是，狄青是被软刀子逼死，岳飞是被硬刀子杀害。相同的是，他们都死于那个畸形的体制，死于那个对外敌唯唯诺诺，对功臣重拳出击的朝廷。从狄青到岳飞，历史在轮回中发出了沉重的叹息。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将责任归咎于某几个人。欧阳修、范仲淹、韩琦，他们依然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们在文学、政治、民生上的贡献不可磨灭。他们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是阶级的局限。他们生活在一个过度矫正五代弊政的时代，对武人的防范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和集体潜意识。在他们的认知里，文治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武功只是不得已的手段。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文武双翼的平衡。当他们折断了武的翅膀，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时，却不知暴风雨正在酝酿，最终倾覆了他们引以为傲的盛世。狄青的一生短暂而耀眼，他从淤泥中崛起，以铜面具遮掩了肉体的卑微，用赫赫战功铸就了灵魂的高贵。他读春秋，知古今，试图做一个儒将，试图融入那个排斥他的主流社会，但他失败了。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他太优秀了，优秀到那个平庸的时代容不下他。他至死保留的面孽成为了永恒的图腾，提醒着后人，在一个不仅不再尊重英雄，反而猜忌扼杀英雄的国度里，繁华注定是脆弱的，和平注定是短暂的。如今在山西汾阳的狄青墓前，秋草年年黄而复绿。千年岁月流转，大宋的宫阙早已化为尘土，文彦博的宰相府邸也已无处寻觅，但狄青的故事依然在民间流传。戏曲舞台上，那个戴着铜面具、手持金刀的武曲星，依然在接受万民的喝彩。这或许是历史给予这位悲剧英雄最后的公正。权谋可以杀死肉体，可以抹去官职，但无法磨灭一个民族对于忠诚与勇气的记忆。当我们合上这本厚重的历史书卷，耳畔仿佛又响起了昆仑关夜雨中那急促的马蹄声，那是狄青在为这个民族的生存而奔袭。而那句愿留面孽以劝君中的誓言，穿越千年的时光，依然振聋发聩。狄青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他是那个重文轻武的软弱王朝中最坚硬、最孤独的一块脊梁。他的死是大宋的悲哀，而记住他，则是我们的责任。历史从未远去，
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